钱是王八蛋，我们要尊重梦想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。很多人都在埋头努力赚钱，但我们如何定位自己的财富现状呢？究竟多少收入和净资产能让你进入全美的前10%、前5%，甚至前1%呢？在开始刷数据之前，我想先强调一句：如果你现在的财务稳定、睡得着觉、家人健康、自己也基本开心，从人生的角度来讲，你已经是赢家了。这些排名百分位只是在帮助你定位自己在哪个区间，让你更好的为未来做规划。好了，我们先给一个全美国的基准线。根据近几年的数据，美国的年收入中位数大约是在6万多到7万多美金。此外，按年龄段来看， BLS 把全职工资按年龄分组，给出了中位数的年薪，大概是16到19岁，约为每年3.5万美金。20到24岁约每年是4.1万美金，25到34岁约每年为5.9万美金，35到44岁约每年为7.1万美金，45到54岁约每年7万美金，55到64岁约每年6.6万美金，65岁以上约每年6万美金。从这个表你会发现几个点：20多岁刚毕业的时候，收入会有一个明显的跳升。最大的升级往往发生在25到40岁之间，35岁到54岁是收入的巅峰期，55岁到60多岁，很多人开始退休或者半退休，收入会有所回落。所以，如果你还在20多岁拿4万到5万一年的工资，不要太焦虑。如果你35到45岁年薪远远低于7万美金，那就值得好好想一想，比如职业路径、技能、谈判工资的策略，是不是还有提升空间？接下来进入大家最感兴趣的部分，收入的金字塔。根据 Unbiased 汇总的2024到2025年的社保局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，要进入全美收入中位数的前10%，你需要最低年收入是14.9万美金；要进入前5%，最低年收入约为35.2万美金；要进入前1%，最低年收入约为74.9万美金左右；要进入前0.1%，最低年收入约为331万美金左右。根据报告，这些数字指的是税前个人的年收入。那么收入是怎么拉开的呢？经济政策研究所 EPI 的长期研究有一个很扎心的结论：1979年到2018年，前1%的工资涨了179%，最顶端的0.1%的工资增长了389%，但底部90%的人40年的工资实际只涨了大约28%，太难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有那种感觉，我明明比上一代更努力，学历更高，但怎么永远追不上房价、退休金和富人的步伐？其实光靠收入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看净资产。根据美联储2022年最新一轮家庭金融调查 SCF， 美国家庭的平均净资产约为106万美元，中位数净资产约为19万2700美元，也就是说，一半的家庭净资产不到19万多。平均数被少数超级富豪拉得非常高。那么要进入净资产前25%、前10%、前5%，甚至前1%，究竟要多少钱？福布斯的报道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门槛：要进入前25%，净资产需要达到34万到50万美金；要进入前10%，净资产需要达到97万到190万美金；要进入前5%，净资产需要达到117万到270万美金；要进入前1%，净资产需要达到1160万到1370万美金；而要进入金字塔尖的前0.1%，净资产需要达到惊人的6200万美金。注意，这里说的是家庭净资产 （household net worth）， 包括房产净值、投资账户、退休账户、现金、公司股权等等，减去负债。根据 Charles Schwab 的调查，大家认为需要250万美金才能感到富有。所以，当你问我年薪20万到底算不算富有，更好的问法是：我的净资产有没有进入到同龄人里的前10%？而且，这个净资产里有多少是流动资产和可支配资产？毕竟，如果你把你的工资都花光了，就是月光族了，谈不上净资产的积累了。
刚才讲的都是全美国的平均水平，但是在美国，生活成本、行业分布差距非常大，所以在每个州前1%的门槛完全不一样。根据 Unbiased 汇总的福布斯等机构的数据，在康涅狄格州，你要进入年收入的前1%，需要接近120万美元；而在西弗吉尼亚州，年收入约为43万5千美元，就可以排进当地收入的前1%。收入最高的一些州主要集中在康涅狄格、马萨诸塞、加利福尼亚、华盛顿、新泽西、纽约等沿海高收入的州。所以，如果你住在洛杉矶、湾区、纽约、波士顿，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：我身边人人年薪都是20万，好像也就那样。实际从全美的维度来看，你可能已经在很靠前的位置了，只是你身处的是一个局部高维度的样本。那么，我们再把镜头拉远一点，看一看全球最顶层的那一小部分人。根据 Unbiased 引用的2025年的福布斯富豪榜数据，全球大约有3028位亿万富翁，其中美国大约有902位，数量是世界第一；中国大约有516位，而印度大约有205位。在2025年福布斯富豪榜单里面，埃隆·马斯克的财富被估算在4280亿美金的量级，而埃里森、扎克伯格、贝索斯也都在2000亿美金的级别。有媒体就做过一个对比，马斯克一个人的净资产已经可以超过很多的中小国家一整年的 GDP。这听起来很魔幻，但也在提醒我们，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极度集中，普通人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和这群人比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，把收入提升一个档次，量入为出，把净资产慢慢推向前25%、前10%，你的人生体验就会完全不一样。那么，我们回到视频的标题，你的收入和净资产有没有进入到前10%？这里可以给你一个简单的自测框架。首先，从收入的维度，把你最近2-3年的个人税前年收入取一个平均值，对照我们今天讲到的门槛。如果你的年薪在15万美金左右，大致就进入到了前10%；如果年薪超过35万美金，就逼近了前5%；如果年薪超过75万美金，那就开始进入到前1%了。然后从净资产的维度，把你家庭的所有资产减去所有负债，比如房子净值加投资加退休账户加公司股权加现金，减去房贷、车贷等等贷款债务。然后对比这组门槛，比如净资产超过100万美金以上，就基本达到了前10%的门槛；如果净资产超过150万美金，就差不多进入了前5%；如果净资产超过了1100万美金，那就进入到了前1%。如果你发现收入还没进10%，但净资产已经接近前10%，说明你在储蓄率、投资和资产配置上做得非常不错。但如果收入已经远超前10%，但净资产和普通中产差不多，那很可能是因为生活方式膨胀、消费过高、资产配置太保守，或者把太多钱锁在了看上去很有价值但流动性很低的资产上。很多人看到这些数字会本能的想，那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很难翻身？我自己的理解是，首先要接受现实，收入和财富本来就不是均匀分布的。然后我们用数据做导航，不做枷锁，知道前10%、前5%的门槛，是为了更好的设计我们自己的路径。最后优先保证3件事情：第一，保证基本的财务安全，比如建立紧急预备金以及减少高利率的债务；第二，保证收入总是高于支出，每个月有正向的现金流，这样就不会被房贷、车贷压得喘不过气；第三，探索和尝试适合自己的长期投资策略。那么这3件事情你都做得如何了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以及留言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